那就像我现在屏幕上的这个印刷机，它就是一台就是工厂里面常见的一个印刷机。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呢，中间这个部分这一个4个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4个就是4个颜色 CMYK。如果说还有别的颜色，那我就再加一个机器，然后如果说再多一道工艺，那我就再加一个机器。所以说你如果去到印刷厂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机器都是很长很长的，大概有个60-7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所以说从那个静止的这一端，然后到那个出印刷品出来的这一端，2个人的话对话的话，可能是拿着对讲机的，是这样的。中间的这个就是一般的话我们是有那个7+1跟14+1。7+1就是什么呢？4色3砖，就是4个颜色，1、2、3、4，就是 CMYK， 然后加3个专色。3个专色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3个颜色，也有可能是一个颜色，比如说加一个 UV 亮油，就是上一个 UV 的这样一个工艺，或者说做一个基凸，这样的一个3，就是4+3。我这么讲大家能理解吗？就是印刷机的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流程。可以。对的，它就是一道一道过，它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你把它想象成一个传送带，我从那个每个工艺里面，然后一个一个的过去，就是这样的。然后到胶印，我再回到刚刚 PPT 啊，胶印 UV 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器把它做出来的。然后丝印呢，其实说白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单独的一道工艺，是另外一个机器，然后你也可以把它甚至理解成是手工印上去的，就是可能是机器去刮的，也有可能是手工去刮的。这2个有什么区别呢？丝印的 UV 跟胶印的 UV， 丝印的 UV 的话，它的那个就是说它可以有达到的那个油墨的那个厚度啊，它是比胶印的强的，所以它的那个 UV 的质感更强。然后你拿到手里的那个就是说价值感也会更强。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是什么呢？我的胶印 UV 它是机器生产的，它是一遍走过去，然后那个位置都能对得很准。但是那个丝印的话，因为是由于我是要把它挪出来的，然后去调整那个网板的一个位置，所以的这样的话，它的位置就是说丝印的印刷的位置是有一个偏差的。就比如说我在一个方框里面，我印一个圆形的 UV。我如果说胶印的话，我可以印得很准，但是如果说我是丝印的话，我需要先把这个方框跟我的那个丝网，我要把它对准。如果说这个没有对准，那我印出来的就是说也是有一点点偏差的，它的偏差就在这儿，大家能理解吗？对。OK 的。然后的话就是这个 UV 的这个油墨的价格啊，UV 油墨啊，比正常的我们印刷的那个油墨，它的价格是要高的。是要高出不少的，所以一般的话不会说满版都是 UV 啊 UV 印刷这样的。然后 UV 印刷呢，就是说用 UV 油墨去印刷呢，它并不它不仅仅只是在纸制品。如果说我在塑料品，如果说在塑料盒子上面，塑料盒子上面的印刷，除了那种那个平面的，像比如说 PET 片材就很薄很薄的，我是可以直接上那个印刷机，可以去做一个印刷。然后如果说像那种就是说稍微厚一点，可能有个4、5毫米，然后这种亚克力大家知道吧？知道。对的，像有个4、5毫米，比如说我成块的、成体积的这样一个上面，我去做印刷的话，那我只能上那个 UV 印刷机，然后去做 UV 印刷。这样的话，所以说在亚克力表面的印刷都很贵。像我们平常里面在商场里面，我们可能看到那些化妆品的那些展台上面有那些透明的那些亚克力，它上面做的那些印刷，就是基本上都是 UV 印刷机，UV 印刷的。因为的话，你平常的那些胶印机，它那个印刷机，你那个亚克力很厚啊，它是进不了那个机器的。那这是 UV 上光。好，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用的就是在金卡、银卡上面用的很多，也是护肤品包装纸盒上面现在用的很多的一个工艺，叫 UV 逆向光油。它跟那个刚刚的 UV 印刷有什么关系呢？它其实的油墨，他们用的油墨呢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在工艺上面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呢？我做 UV 逆向光油的时候，它上了光油之后，它其实会有一个
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我在右边的这个纸盒，或者说我其他的那寄过去的样品，因为我寄过去的那个 UV 逆向光油的，它有很多样品，你可以拿在手里看一下，就是它的那个亮面跟哑面其实都是都是上的一层那个光油，但那个哑面它为什么是哑的呢？就是我在做 UV 逆向光油的时候，除了就是那个哑光的那一块区域，就是哑面有那个磨砂感的那个区域呢，是有一个类似于金属滚筒的一个东西，那个滚筒上面呢，就是定制了这些，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颗粒的一个粗糙度。我在印刷的时候，那个滚筒滚过这些区域之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颗粒感。这样的话就达到了一个什么呢？达到了一个，比如说我在同一个纸盒上面，我过一次工艺，我可以达到又有亮面又有哑面这样的一种效果。然后这个 UV 逆向光油，它那个颗粒感，就是说哑面的那个区域里面的颗粒感，它是可以调节的。它是怎么调节的？就是把就是说我刚刚说的那个类似于滚筒的一个东西，那个滚筒上面的颗粒感，我可能有不同型号的滚筒，上面的粗糙度都是不一样的，我可以更换的。还有不同的一个数值的。然后的话 ，UV 逆向光油呢，它跟那个光油，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这个光油有什么区别呢？光油跟 UV 逆向光油，它们都有保护印刷面的一个作用，但是 UV 逆向光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有没有那个寄过去的样品，应该有一个就是满版的都是有那种粗糙度的，应该是那个优莱那个品牌的盒子。找到了。这个吧，哎，对，优莱的一个那个盒子，就是一个金色跟那个黄色印刷的那个盒子。你们可以用指甲轻轻的在那个盒子，用指甲轻轻的在那个盒子上面刮一下。就是说做 UV 逆向光油之后呢，这个盒子其实对于这种防刮性能，它是有提高的，它是抗刮的。老师这贵吗？这个工艺贵也不贵。就是正常工艺。这挺好的，这挺就是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因为的话是什么呢？我这个盒子在运输过程中，包括从那个商场，我那个售货员，我把它从那个箱子里面拿到柜台上，其实可能就接触的不同的地方，要起到这么一个保护的作用，不能让盒子上面有划痕。在这里我可以就是说偷偷的，就是分享一个。就是说小窍门吧，对于护肤品的话，如果说大家以后买的护肤品表面啊，如果说盒子啊，包括瓶子啊，表面是有刮擦的，你都可以申请赔偿的，你知道吗？全部。如果说申请怎么赔偿呢？就一般的话，可能，比如说我店铺，如果你在网上买的，你跟他客诉一下，就是说投诉一下。我这个盒子表面啊，或者说有什么磨损啊，然后瓶子表面有什么磨损啊，要不然一般的话都会正常，要不然给你寄个小样，要不然给你可能给你返一些券呀什么的，但是现金赔偿的话比较少，啊。老师。成功了以后，如果说有人问，不要说我是，还是很危险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好的，这是 UV 逆向光油的这样一个工艺啊。好，接下去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金葱，是听到这个名字，其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它的学名叫金葱，就是说什么呢？类似于我左边那个一个样品的一个照片。它就是在表面，比如像左边的这朵花，我就是在中间刷一层花瓣形状的这样一层胶水，然后在上面撒一些金葱粉，就是那种 bling bling 的那种亮粉。这个的是这样一个工艺，把它叫做金葱。这个的话基本上都是也有机器的，像对于那种做定制的，就是人工去做的。这个的话，人工的成本比较高。如果说做固定形状的，然后这个的话，可能机器可以去完成的。但是这个工艺的话，一般很少用。然后第8个呢，就是植绒，同样的也是在纸制品上面刷一层胶水，
然后把那个类似绒毛的这种物质把它附着上去。其实原理的话跟金葱有点类似。这种植绒的话就是，当然了，那个硒素表面的植绒不是这么植的，硒素表面的植绒那个是静电植的，跟那个纸制品表面的植绒不一样的。好，最后一个工艺就是覆膜。覆膜的话也是用的很多，就是平常的正常的一个印刷品呢，表面的话，要不然就是上光油，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工艺光油，然后要不然就是覆膜。光油跟覆膜其实它们两个最后达到的一个视觉效果呢，其实是类似的。那然后的话，那个做光油的话，其实成本要比覆膜要低。那为什么覆膜也会用的这么广泛？因为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用的一些金卡或者银卡的这种纸，如果说我折合的时候，因为它有的纸的表面它是没有那层膜的，就是说你想一下，我一个金卡350克的金卡，那个表面上它有一层金色的那一层，对不对？我把它折起来的时候，可能那一层会裂开。大家应该平常生活中有折纸的时候有过这样一种体验，是不是？对，它那个表面那一层印刷呢，它会裂开。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上光油的话是没有用的，那我们就只能去做覆膜。表面如果说覆膜之后，再去把它进行一个折合，它就不会有这道裂痕。这道裂痕呢也有一个学名，它叫做爆线，这样的。覆膜之后你再去做折合，它就不会爆线，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覆膜的话，它这个膜的类型呢也是的，也是有亮光跟哑光的，跟亮油跟哑油一样的。然后适用范围就像我刚刚说的，一般的花盒的纸盒都是350克，它的这边给的范围呢，它就是200克以上的纸张。如果说印刷表面它折合会爆线的，200克以上的纸张基本都要覆膜的。如果不覆膜，它就很可能在折合过程中产生爆线。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功能性。这9个功能，它跟它的那个视觉效果，你可以拿我这个 PPT 上面贴的这2个图片的这个样品，然后再跟那个刚刚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样品，你去做一个比较的。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样品，就是说这个方形的这个紫色的这个盒子，它上面其实是有哑油的。这个这是哑油。然后刚刚的那个覆膜的这边的这2个样品呢，它是覆的哑膜，你可以对比一下。如果说你对比不出来的，能感觉出来？可以。然后有一个我寄过去的，就是在覆膜跟那个哑油这个它有一个组合的一个样品，就是有一个那种类似于蒂芙尼绿的、蒂芙尼蓝的那个颜色的盒子，大家找到没有？找到了 SPA。对 ，SPA 的这个盒子你拿到手上，就是说它的上半部分其实是一个哑光的一个效果，下半部分是一个亮的效果，对不对？对。对，它这个原理是怎么做的呢？它这个其实高级了。就是说它下面这个，它首先在那个我的纸盒表面，它是附了一层亮膜，它在这个亮膜上面呢，就是说上面这一块哑光的区域，它在这个亮膜的这个膜上呢，它做了一层哑油，是膜上哑油。膜上，那上面字儿又用了啥呀？那个 SPA 是啥？就这个字体。SPA 的话，SPA 那个的话，因为它附了膜，我这边也摸不出它的感觉。但是的话，应该也是一个烫金的，它也有可能是硬金的，但是硬金的话可能没有这么亮，它应该还是一个烫金的一个工艺，但是它是在纸上面的，然后这层亮膜的话是在这个烫金的上面的，然后这层哑油呢是在这个膜上面的，挺烦的一个工艺。如果说对于2个工艺结合的这种是不是会更贵一些成本？对的。因为你就这么想的话，它工艺其实不贵，但是的话，你多一道工艺就是多一道钱嘛。然后的话，它对于那种就是比如说我这种膜上要附亮油，或者哑膜上附亮油，或者那个亮膜上附哑油的话，对于我这个膜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平常的覆膜跟这个覆的，就是平常的那个亮膜跟哑膜跟这个就是需要做那种膜上油工艺的这种膜，它是不一样的，它的成本也是不一样的。这种膜的成本会更高，它的成本高，基本上就高在这个膜上面。能理解吗？可以。对了。然后的话，其实其他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绿色的一个电子产品包装的那个盒子，上面有一个开过一个小窗的那个盒子，那个盒子上面也是做了一层哑油，它这个哑油应该做的质量更好一点。能找到吗？哦，找到了。对，那个它是 Activity Tracker 那个附 iPhone 的那个。还是哑光，就哑膜呢？对，这个盒子的话，它上面就是哑油，然后你可以跟那个哑膜去做一个对比。其实，在视觉效果上面，除了哑膜的话，它的那个光泽感更强一点。其实它们的那种它们的那种触感啊，其实是类似的。对对对。对的。哑膜是哑油。这两个工艺就是纯凭眼力或者是触觉的话，非专业人士是很难区分的吧，沈老师？对的。就是有一个细节，就是哑膜它是有一点点光泽感的，哑油的话它是没有光泽感的。哦。然后亮油跟那个亮膜的话，其实要看那个它那个就是说它印刷的那层亮油的厚度，如果说厚一点，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光泽感。但是像比如说拿给我的父母去区分一下，他们可能就分不出来了。对的。好的，这是一些工艺，然后基本上寄过去的样品的话，有一个那个白色的一个长条形的一个盒子，上面是卓颜的那个字的，品牌是卓颜，大家找到没有？对，它那个正面，它的正面有几个那个亮的那个条纹，它就是你虽然看着是银色的，但是它上面有一些纹理，有一些肌理。这个的话就是那个烫的是一个镭射，并不是烫的银，烫的是镭射银，它是有一些肌理感的。就是说烫印的话，它的那个颜色可以烫很多。然后基本上潘通色卡上有的颜色它基本上都能烫，然后烫出来它就是有那种光泽度的。烫印主要是光泽度烫上去的。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之前本来想买一个本儿，然后想在上面就是印字儿嘛，然后他就说我们的技术是什么来着？反正就是不能印那不是烫印，好像就是刚才您说的另外一个印，所以它是不一定能够保证那个就是本儿上那个就是那本儿是皮的嘛，它不一定能保证能印上去，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不同的工艺对纸张的，就是对纸张是不是有要求，或者对它纸张的材质是不是有要求，还是你说的那个纸的表面是皮革的对吧？人造皮革的。对。人造皮革的话，它那个烫的话，它是有风险的，因为烫印的话，它也是加热到一定温度的，就是说它那个，因为皮革的话，如果说温度高了，它会变形，就是它会融嘛。所以的话，它不敢保证那个烫印的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对，烫印的一个效果，它可能温度达不到的话，它可能就过段时间可能稍微碰一碰，它就会掉啊什么的。这种的话，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说纸制品上的烫印的话，一般不会。哦，明白，好的，我就想问，就是对纸制品的话，这种不一样的技术是不是对纸张有要求？好的，谢谢。对了，你就像我刚刚说的呀，因为纸制品表面，如果说你做完了烫银，它最后其实出盒的时候，它要不然是亮油，要不然是哑油，它会做一层印刷保护的。明白。对，基本上就不会掉的。谢谢。好的。好，对于工艺这一块，大家有没有其他的什么问题？没了。OK。像其实我刚刚说到的那些印刷的那些工艺，其实对于瓶子上面其实做的工艺很少，就是烫印跟丝印，这是两个比较常用的，其他的话一般也不会用到。好，所以说的我们这个还处于一个印刷设计的一个阶段啊，然后的话有一个这个是这个阶段的一个注意事项，然后设计中第一个设计中不能有一些违禁词，
尤其是什么，这个的话就是后面法规里面会有的，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话，其实你去选哪家的护肤品的话，它不能出现的词，比如说很常见的，你看不到有哪家，就是说，比如说淘宝上的店，它宣称我这个东西是美白的，美白这两个词是不能宣称的。有兴趣的话，可以有空的时候去看一下。如果说哪家有这个美白这两个字，你就可以去投诉他，然后说不定还会给你发点优惠券什么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设计的话，就是你想怎么设计怎么设计，按照设计师的思维去走，按照自己的一个逻辑去走。但是呢，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不要让后面的一个完稿成为一个问题，你不能出现。比如说我一个设计上面啊，我想用什么4、5个专色，那其实后面的话不只是完稿了，完稿就算没有问题，印刷都是问题，因为很可能找不到那种比如说14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印刷厂的供应商，比较难的。然后第3个设计图的话，就是说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要结合初步刀版，把那个你的设计填进去，你可以用自己的公司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然后折一个盒子，看一下自己的一个效果。然后的话，这一阶段的话，你就同步自己的那个出版的一个稿件给到供应商，然后让他去打一个数码样。数码样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那边的印刷机打出来的样，并没有说就是说去做一个就是说正规的一个刀版去磨切出来的，它也是自己的，就是说印刷厂那边的，就是高级的一个打印机打出来的。然后是剪裁的一个手工的一个样，可以理解为手工样，然后去打出来去看一下效果。这是这一个阶段出现的一些我觉得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我们今天我好像讲的有点慢，不好意思。不知道后面你们还敢不敢？我稍微快一点。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完稿了。完稿的这个阶段，就是可能就是首先呢。就要看，比如说供应商给到你一个刀版，你要看懂这些刀版的这些线，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去理解，然后把这个面的内容，就是你自己设计的一个内容，把它填充进一个规范的一个刀版里面，然后这样的话，我后面就可以去做一个标准样的一个打样了。在这个上面的话，需要去注意的呢，就是制稿那个，就是说你填充进去之前，你确认一下文字跟你的所有的设计的一个内容。就是不是都是准确的，因为文字这边的话，可能是由文案的这些负责文案的这些同事去给你去校对的。然后在稿件上面呢，你要标注好，比如说我做工艺的这些区域啊、尺寸啊，做到条理清晰，别人能看懂。这一点，完稿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后面有一个完稿的一个举例的说明的一个阶段，我可以具体跟大家讲。然后稿件交付供应商之后呢，要及时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确保供应商理解没有任何的错误。这是这个阶段。好，后面就是标准打样。到了标准打样这个阶段呢，正常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正常的会有3次打样，然后第1次打样，然后修改设计，然后修改刀版，然后到第2次打样，然后再修改设计。这个时候就不会再修改刀版，刀版应该就是准确的了。然后最后的一次标准打样，第3次打样，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确认第3次打样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确认了。确认了这个标样。那就可以去大货了。大货的话，这是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说到打样这个阶段，很可能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打个3次样，甚至4次、5次都是有可能的。正常来说的，工厂提供的免费次数就是3次，超过了3次那就要收费了。正常来说然后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些细节的方面的，仔细一点，不要有比如说在稿件上的错误这样的。好了，后面呢就是大货校色，在这个阶段就是设计师需要去工厂的。去工厂的话，那就要带好你自己确认的那个标准的那个打样，带好这个样品。当然，工厂那边肯定自己也会留的。然后第2个就是戴好口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工厂，去过工厂的话就会知道，印刷厂的话那个味道真的是，会比较痛苦的。油墨，而且油墨的话其实比如说如果说是质量比较一般的工厂的话，它那个油墨很可能释放出来的气体是有毒的。然后
大或校色的话，专色就是说单一的颜色，我是比较容易去分辨的，也可以去校对准确。难点呢在于那个，比如说我那个盒子上面，我有一块是图片，可能是我一个风景的一个照片，它是4色印刷的。在对于校对这种呢，就是说4色印刷的内容呢，它会比较困难。因为呢，它可能需要去调节 CMYK 这4个颜色的，就是说不同的用量，然后可能需要1次、2次、3次，甚至10几次的去校对，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也不要对自己的要求有很苛刻的一个要求啊，因为如果说达到就是说印刷跟你的设计达到完全一样，这个是极其困难的。调整到一个你认为满意的一个最佳状态就 OK 了。好了，接下来就是第3个阶段了，第3个部分啊。对于刚上面的后面我就是说稍微快速过了一下，有没有什么不理解的一个内容，什么问题啊什么的？没有的话，那我就接下来讲我的这个整个逻辑的第3个部分，就是一个完稿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制作了。就是接下来呢，我会展示一下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案例。好，我先给大家呢，然后呢也准备了一个自己做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完稿的一个模板，大家能看清楚吗？可以。对，我不行我就放大一点。然后呢，首先一个在这个完稿上面呢，在这个方面，在我右上角的这是一个标注，它有什么呢？就是说我需要在完稿上面说明的一些要求。说明了一些就是文字说明需要写的一些东西，它的核心、材质可能是比如说卡纸、银卡之类的。然后印刷的话，你要写清楚，可能是比如说是4色，就是说我整个盒子都是4色印刷，还是或者说有没有哪个地方是要去专色印刷的，这个要写清楚的。然后就是我在这个盒子上面我用到的一些工艺。我用到了哪些工艺要罗列出来，这样的话，那个印刷厂那边的，就是说负责制版的人员，他们可以去区分出，就是说去找，根据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去把你那个你的设计上面那些需要做工艺的部分，把它突出出来，然后去做单独的一个区分。然后要标注的呢，就是成盒尺寸就是你这个盒子有多大，长宽高。然后备注的话，这个里面呢就可以写你对于就是说这个盒子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要求。好了，这是一个就是文字说明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这个图层的这一部分啊，因为呢贵司呢就是亚马逊的话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公司，然后所以我这边的图层呢都是用的是英文啊，没有用我平常用的那些比如说口语啊、中文什么的。做了一个模板，这个模板到时候可以给大家发过去，然后大家参考。第一个呢是它的那个 die line 的话就是刀板这是一个图层。然后第二个呢，这个 chord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什么啊？就是除了花盒之外，我在这个稿件里面其他所有的信息，就是可能就是说我中文的话，我通常都会把它写成标注，可能是尺寸啊，然后这些文字啊这些东西把它放一个图层。然后barcodes 这个是什么？就是二维码，这也不是二维，条形码。每个商品都有自己的条形码，条形码的话需要单独放一下，因为它条形码的底色都是白色。如果说你不是一个白盒，那可能需要去印白。然后 emboss 就是击凸，你这个是特殊工艺。特殊工艺的话，在色板里面的话是需要去用专色。稍等一下，我把色板打开啊。你看啊，是特殊工艺啊，这个绿色特殊工艺的话，在色板里面你需要去用，就像之前的话，Nancy 这边跟你们的这些同事沟通的一些问题一样，特殊工艺要用专色去把它标注出来，这是一个击凸这样的。然后下面这个呢是 UV 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说的 UV 上光这一部分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在这个文字，在这个中间这一块区域做了一个 UV 上光。也是用专色把它区分出来。然后 text 呢，就是我花盒上面的一些文字信息，这个图层的话，其实就是说 text 这个部分就是说又需要用
在国内啊，国内就是标准的这个完稿里面，就是说特殊工艺才会去用专色去把它标注出来，其他的话就没有这个要求。但是之前的话，好像对接跟你们这边的话帮忙对接的，如果说对接国外的这个供应商，可能他们有特殊的要求，这个也是不固定的。然后正常的话，可能说对于国内的这些工厂的话，他可能都不需要你做这些，只需要把这些你的设计内容、文字信息要求跟他们说一下，他们会去帮你把那些稿件都做好的。等会儿我有一个案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上面是文字信息，接下来这个 images 就是那个图片，图片的话就是我这个稿件里面涉及到的图片，我这个把它放在是这儿的啊，稍等一下，我的图片呢内容在这儿，这一块内容是一个图片，这是一个图层，然后接下来这层呢 vanish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那个 UV 那个光油，就是说我盒子的最后一步。我要保护印刷面做的那一层光油，这样一层，大家看得到吧？然后 BG 的话就是我的底纸底色就是 BG。如果是你是白卡的话，如果是白色，那就不需要这层，无所谓的。其实这层的话，有跟没有其实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上面的话印的是白字，如果我没有这层的话，其实我看不出白字的，对不对？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完稿的一个案例，然后也不是案例啊，是模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个方面。沙老师，我这边有个问题，就是像之前 AU 那边那个 Beauty Box 在那个专色跟四色这上面，其实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去沟通，然后我想问您一下，您这边就是这个设专色，在这个 AI 的这个软件里面，大概是从哪个地方设呀？就是色板里面。OK。色板里面，在 AI 色板里面。我这边不是可以添加一个颜色嘛，对不对？添加一个颜色，这里面有印刷色跟专色做区分。然后你那个名字的话，就像 Emboss 这个是 G2， 这个名字你可以自己去定。好。能看得懂吗？有问题吗？设计师应该能看懂。对。我这边不太行。对，设计师都知道。好的，设计设计的同学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也不懂的或者说什么的 ？OK， 没有的话，那我就你讲。沈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在做印刷的时候，在这个 AI 里面，就是比如说这个烫金的，比如不是烫金，就是其他这个印刷的工艺可能没有一个预览，就是你应该是你可能比较熟悉嘛，就整个烫金啊、EV、UV 这些，就是你在做这个方面的时候，就是怎么会呈现就是它最终的一个，或者你脑子里就已经有这个一个呈现的一个形象了吗？还就是我们对这块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辅助的一些预览什么的吗？就是这样的是吧？我这样的话，就是我还是一个我是做工业设计的，然后的话我会去建模跟渲染。这个可能你们周围的也有像那个曹碧强，然后他们都会用 C4D 啊，然后一些渲染器啊 Octane 啊什么的去渲染一些图。就是我的话，通常的做设计的流程，这本来是后面也是要跟你们一起分享的，就是说我会先做自己的平面的一个设计稿件，就想拿这个盒子来说，我把这个盒子的内容把它做好之后，我把它每个面我都会去，就这个盒子的大小，我会去把它做一个模型，然后把每个面，然后把它贴上去，然后做工艺的部分，我会通过渲染器的一个表达，我会去模拟一个真实的一个效果图，这样的。然后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视觉的一个优化。好的，谢谢。做效果图是很关键的。好的，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对于稿件的话，没有的话，我们就看一下我之前做的几个完稿啊，大家可以快速看一下。然后像之前的话，做的是这样的一个精华，就是说精华基底液的这样一个盒子，其实它表面呢，这个就是这个纹理呢，就是一个 UV 的一个逆向光油。然后的话，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边是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标注的。然后大家再看一下我的图层，其实也没有刚刚讲的那么复杂，因为就国内的这个供应商来说，他不需要你把图层做的就是说很标准，他都会只要你跟他比如说在稿件上面
标注这些文字信息，告诉他哪里是做什么什么，他只要他能明白，他就 OK 了。完稿其实并不是说让你一定要标准的按照模板去做一个什么出来，完稿的话是设计师跟那个印刷厂这边沟通的一个桥梁。因为你不管完稿最后你做成什么样子，只要印刷厂能够完全明白你的意思，这其实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活儿怎么干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我要出结果，结果是对的，那就 OK 了。这是一个通俗的一个表达，可能也有点不上规矩，但是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大家能明白吗？刚刚这个模板的话，就是一个标准的模板，就是说，如果说我用这个模板去做刚刚这个稿件的话，即使说我旁边没有这些文字去表述啊什么的，印刷厂的人他也能看懂我这个稿件需要表达的意思。当然了，做到标准那是最好的，这是我之前做的，所以并不是其实也没有说很标准。我也就是区分了刀版跟标注跟那个漏镭射。因为这个纸张呢，我是用了一个镭射的一个卡纸，所以这个漏镭射的这个部分是不做印刷的，这样让它露出了一个底色，这也是在印刷设计的时候常常会用的这样一个方法。然后 text 就是我的印刷内容，这样的。然后的话，这边你看尺寸、材质、工艺这边我都是有标的。然后再看一个。这是我做的那个冻干粉包装的一个盒子，就我之前那个展示作品的时候，这也是我的一个作品。然后的话，右边呢就是它的一个，其实这个也不是照片，是我一个模拟的渲染的一个效果图而已。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达到我的一个理想状态，我觉得这样的工艺就是 OK 的。哦，刚刚那个刚刚那个标准模板的时候忘说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我的那个出血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有印刷的地方，我的刀板外面一定要有至少就是说正常的是3毫米的一个出血，3毫米的一个出血。刚刚那个模板上面也是有的，我的刀板外，大家看到就是这个部分。然后出血的话，比如说遇到这种拐角的地方，我是有一个45度向外延伸的这样一个出血，可能我边缘如果做一个圆角，它会好看一点，对吧？但是我不做圆角也没有关系。这样的是一个出血的一个要求，这也是要注意的，因为是要保护我的盒子做印刷，然后在做刀切的时候，保证它的那个是准确的。然后再回到这边的话，像我的这个稿件的话，它这边图层就稍微多了一点，比如说我这个 UV 我也是用的一个专色，然后这边的专色印刷也是用的一个专色，我这个其实就2个。专色印刷的话，其实就是我这个纹理的这一部分，那专色印刷。然后 UV 的这一部分呢，在下面这边。我 UV 的这一部分还没把它叠上去，不好意思。UV 的这一部分就是我的这一层很密的这个小方格的区域，是这样做的一个丝印 UV， 这样的。然后呢，其他的话，这个烫银部分，我是用的这样的一个蓝色的一个专色去做表示的。烫银的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在效果图上看，我效果图的时候就把它做成银色。好的，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然后下面再看一个。好的，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就是说可以看一下，左边的这边呢是我自己做的一个稿件，其实我这样的这个就是通俗易懂的一种的表达方式，其实图层也没有很多。然后的话，我都是用的中文标注的，因为我们对接的都是国内的供应商。然后的话，我还特地就是说做一些箭头指示的这样一些说明啊，或这样一些说明什么的。然后这边材质纸张315克纸张，然后 number S22315，这个就是你们桌上那本红色书籍的纸样里面的一个纸张编号，我是用的那个铝箔的一个卡纸。然后工艺正面白墨区域内基凸 logo。就是说白色区域内我这个黄色部分是基凸，这个 logo 是要做基凸的。然后逆向油我是用这样的一个区域，就是紫色的方框区域去做一个那个就是逆向油的一个工艺，这2个区域做逆向油工艺。这边的话，因为我的那个
因为我选用的纸的是表面的就是铝箔纸的一个颜色，我这边的话这个条码的话我就没有把它单独的放出来，因为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印刷，没有把它单独做一个涂层。然后左边这个是我自己做的稿件啊，然后右边呢这边呢我做一个对比啊，这个是工厂返回给我的，就是说我的一个制版稿的一个需要我去确认的这样一个稿件，所以你看到只要就是说你把你的要求表达清楚之后，其实工厂还能很清楚你的这些要求，它就会完完整整的去把你的这些稿件去给你做一个还原。大家都很清楚，那 cut 是刀线 ，cut 是这一层，然后 white 是白墨，就是白色印刷，白墨印刷。白墨的话，它不在 CMYK 里面，它也可以算是一种专色印刷。白墨的话就是这边用的白墨，这边用的白墨，这边也是白墨。然后黑色就是这边文字的一个印刷，这边呢上面的这个字也是白墨，也是白色的印刷出来，就是我之前作品里面那个介绍的那一页的纸盒。这个的话就是逆向油的工艺，那个他们日本的厂的名字呢叫做 Hajiki，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是怎么出来的这个名字。然后 emboss 呢就是基凸，在这个区域。这个盒子出来的效果呢，其实就是我刚刚 PPT 里面的前面展示的那一部分，就是这个盒子，大家能看到吧？就是这个盒子的稿件，就是我刚刚那个，就是刚刚现在展示的那个完稿的那个稿件，就是这个。好的，这个我分享的这个是3个稿件，大家现在对于完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疑问啊什么的，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没有。这个，有吗？没有。OK， 这个稿件等会儿我可以分享给大家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 PPT， 稍微有一点点超时，不好意思，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没有把控时间。然后第四个部分呢，就是护肤品的一个包装的一个法规的规范。首先呢，就是说包装的一个不能过度包装这样一个要求，涉及到里面一个参数呢，就是包装空隙率。包装空隙率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包装的这个产品的过程中，我比如说水乳的这个瓶子，我在包装这个瓶子的时候，我的里面瓶子跟盒子之间的空间啊，就是说里面空的地方，它圆柱比跟方盒子它之间肯定有空的地方，这个空的地方的体积不能超过60%，这是不能超过60%。这个的话，一般的来说的是那个设计这边设计出来之后，供应链那边供应链的部门他们会去评估的。包装的那个一般的包装厂的话，就是说包装的我的印刷厂，然后纸盒厂，他们也会去做一个评估的。然后包装层数这边看一下，包装层数的话不能超过3层，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的那个水乳外面一个内衬，对吧？一个花盒2层，然后最外面是一个塑料膜3层，对不对？其实塑料膜它是不包含在这个层数里面的。如果说我换做一个别的一个结构的，像天地盖的，它其实你看它也就是瓶子、内衬，然后底盒跟那个上盖其实可以算作是1层的，它也是不超过3层的，有这么一个规律的。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设计这边要懂得法规呢，就是包装设计的一个文案的一个字体的高度，就是说盒子上面我的印刷的字，它有一个最小的范围的，就是包装物容器，比如瓶子上面，就是正常的瓶子，他说最大表面积大于20平方厘米，一般的说白了，一般的瓶子都大于20平方厘米，所以它的那个内容的字，就是说我瓶身上可能印的名字啊，或者说净含量啊，它的净含量这个还有另外的一个规则啊，就是说名称、产品名称、logo 的名称啊什么的，它是不能小于1.8毫米的，这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很可能比如说小的瓶子它可能在设计的时候可能就不经意，可能因为我要排版的一个缘故，可能要把它放小，但是最小不能超过1.8毫米。
不能小于 1.8 毫米啊。然后净含量这个大家应该也可以理解的话，就是说瓶身上面，不管是我的饮料包装还是我的化妆品包装，那个比如说水乳的包装上面都有一个净含量500毫升或者100毫升或者100克啊这样的一个标注。它这边呢国家也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小于50克的它的最小字符呢就是净含量这3个字啊，包括后面的数字。然后最小字符高度呢是2毫米，50克到200克之间是3毫米。正常的话，我们护肤的水乳包装呢都在50克到200克这个区间之内，所以一般都是3毫米。这个大家有注意一下。然后这个表的话，像200克到1000克，它可能对于食品包装可能有这个要求，可能是4毫米。然后大于1000克的话，那我也想象不出来，很可能就是那种大桶的那种瓶装水、桶装水，它可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可能是6毫米。这是一个包装设计版面的一个规定。然后包装设计的要求规范，就是说盒子之类的规范，就是花盒跟中盒跟大箱，就是这外面的印刷的这些规范。花盒的话就是配套要紧密严谨，然后洁净啊、端正啊、平整啊、皱边啊、缺边，这个也是要注意到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为什么说花盒表面有了一个划痕，你可以去投诉，找他要优惠券啊，或者要点补偿啊什么的，就那个因为法规就在这里。然后花盒的粘连部位要粘合牢靠，这个就是花盒的质量，就是一定要保质保量。如果说质量不达标，都是可以投诉的。然后产品无错装、倒装，这些都是生产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然后第5点的话是设计需要注意的，产品的花盒要注明产品的商标、品名、厂名，这些的话，这些一定要有的。如果说文案的那个同事的话，如果给到你了，但是你没有放上去，那这个就是你的责任了，这一定要注意的。如果说这一点如果没有放上去，那备案，因为发化妆品呢，它是要经过法规备案的，那备案也是通不过的，也是要被打回来的，这样的话就影响了一个产品的一个开发进度。然后做综合的话，那设计师需要注意的呢，就是上面的这个2个要求其实都跟花盒一样的。然后设计师要这盒头的那个，就是说标贴要端正，这个设计肯定是端正的，就是生产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然后大箱的要求，大箱的要求就是大箱的标志要设计，要把它弄清楚，要那个印刷的工艺。当然了，大箱的话一般都是瓦楞纸印刷的话一般都会挺清晰的，因为它比较大。然后呢，这些的话就是一些信息的一些要求，一定要有的，在设计的话自己自我设计，然后检查的时候要注意到的这些信息。好的，这是那个外盒的一个包装设计的一些信息的要注意的一些要求，法规的要求。然后呢，就说到刚刚那个，就是说禁止的那些，就是说禁语，包装品上面的一些禁语，虚假夸大用语，就是很容易常犯的一个错误。就当然了，这个是产品经理那边，其实他更主要的是他们犯的一个错误。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词美白，美白的话是现在明令禁止的，美白是绝对不能用于宣传的。也不能用于花盒上面的印刷什么的，都不能用于，包括打广告，你拍的视频啊什么都不能提及美白这个词的。然后呢，第二种就是明示对于疾病的治疗作用和显著效果的这种词也是不能有的。然后医疗术语这种词更加不能有了。这是主要的是这3个要求。然后关于就是说这是包装上面的禁止用语这样的一个要求。其他的话就是没有了，没有其他特殊的一个什么法规了。对于这样的一些包装要求的话，它也是同样适用于就是食品包装的，因为食品跟化妆品包装的法规类似。好的，这方面的话应该大家没有什么问题了吧？没有。以上的话就是我今天对于就是说护肤品的一个产品开发的一个包装设计开发的一个流程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介绍了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希望对大家有用吧，谢谢。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什么的，大家可以交流一下。沙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您中间也提到了，其实做一个包装出来的话，中间会有很多方的合作。因为我们只讲了说设计师整个制作的这个流程嘛，就是说跟别人合作的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比如这个产品开发出来，然后到哪一步您是开始做这个包装设计，然后
做包装设计的话，都要跟哪几方对接，然后分别负责什么？这样的这个我从我的这个就是说护肤品开发的，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好吧？好嘞。就是比如说我做一套，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做一套，就是说护肤品里面的，就是说单品的话有水、有乳、有精华、有面霜。那这样的话肯定是从一个概念，首先有一个产品的一个定位。定位呢，这个上面其实这一部分的工作呢，基本上都是由产品经理那边那部分去完成的。就是说我一个产品的一个定位，它是适用于什么样的一个人群，然后它的定位的一个人群，然后包括定位的一个就是说定位的一个价格层次，它在哪边。然后因为我需要这两个，因为我可以画一个就是说 X 轴跟 Y 轴。X 轴呢，我可以把它定位成就是说人群，然后的话可能可以按年龄层分，然后 Y 轴的话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价值的一个层次，从下到上，就价格依次在递增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我找一些不同品牌的一些，就是说我比如说同功效的类似功效的一些产品，我做一个参考，做一个竞品，就竞争品嘛。我可以把它在这个轴上面，我把他们的位置可以把它找出来，然后去把我自己的位置给添加进去。我要比这个品牌怎么样，我要比那个品牌怎么样，这样的。这个是一个产品定位。然后的话就是一个产品的，然后产品经理接下来做产品定位有了，产品经理就会去做一个内料的一个开发。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一个成分研发。成分研发的，如果说成分定了之后呢，这样成分的同事他们就会去找到包材提供的，这样就是说我们设计师是要去选定那个包材的外观的一个选定的。我可能是用的公模的话它有很多种，它不同的材质，然后包括不同的造型，我设计师去选了之后，它那个成分，我比如说这个内料，比如说我拿水来，我这个开发出来的，我这个那个研究那个实验室我开发出来的这个水，我要倒到这个我选的这个容器里面，我选的这个瓶子里面去做一个测试，可能是就是这个阶段呢，我们把它叫做兼容性测试。它是什么呢？就是把它倒进瓶子里面，然后放在那边，可能是经过大概30天，就是我观察一下这个料体的成分有没有跟这个玻璃瓶或者塑料瓶发生反应，或者说有没有其他，比如说我这个料体因为光照条件下可能会变黄啊什么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这个测试通过之后，那我才能确定这个包装的这个平行，也就到了我们这个设计阶段了。这样能理解吗？可以。对的。然后的话，像设计的话，如果说只一个公司里面只做产品设计，我这个整个产品我生产出来了，那我后面要上市就要推广了。其实呢，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像比如说，因为我的话，我除了做包装设计，我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些推广的一些物料，可能一些 KV 啊，一些比如说去设计啊，然后去可能也有可能是用拍 KV 的这样一种方法。也有可能是做3维的一些渲染，去出这样的一些美图啊什么的，去配合我们的市场去做一个推广。就是说我产品开发，我做完了产品设计之后，我产品在打样了，然后这段时间我不是空着没事吗？那我这段时间很可能就是如果说我需要去做的，那我可能去做一些产品的一些美图、效果图，然后去给到市场部的那些同事，让他们去做一个市场推广。这样的话，它就是整个公司我们大家都相互合作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合作起来之后就达成了一个目的，就是说我的产品从开发从那个概念到开发到落地到面向市场到达消费者手里，整个一个产品周期，这样才算一个完成。那一般一个这种周期大概有多长呀？就是比如说正常的话，像一套护肤品的话，我的正常的产品开发周期大概是在9个月左右。就是说你可以想到的，你可以怎么认为呢？就是说你现在买到的东西，很可能是我们1年之前就已经做好的，就是说已经在做的东西。像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我现在的工作，我现在做的已经是到了2022年的冬季的一个产品的规划了，就是产品设计。那留给就是打磨设计这一块的时间大概是多久？比如说这个设计的话，这样的话，我可以介绍一下，比如说从内包材的话，瓶子，我从内料到从瓶子设计，然后到打样，到那个如果是选公模的话，人家有现成的瓶子，
那我那个生产的话，我选定了瓶子，然后设计也做好了，打样也打好了。那对于打样的话，大概的话就是其实如果说效率高一点，可能2个星期我就结束了。就是我已经确定我这个瓶子啊，我最后的样子就是这样，2个星期大概就够了。这要看工厂的那个配合度，然后跟那个你自己这边的，比如说定稿的一个关键。因为说白了，护肤品品牌的话，你定稿最后定稿的，你设计定稿的都是老板。老板这边如果说哪一天，哎，我觉得这个设计又不行了，又推翻了重来，那又得重来一遍。正常的话，如果说正常的话，大概也就是3周不到，3周的样子。从开始设计到定稿这个时间。对，我说的就是从开始设计到定稿。定稿是什么呢？就是说打样确认签样，就是说我打样出来，标准样出来，就是人家寄给我的那个做好的就是大货的那种标准样的瓶子，我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才算定稿。这个阶段大概就是3个星期。还蛮短。然后如果说我是用的公模的话，就是人家现成的瓶子，我去买回来用的。这样的话，它生产的大货的话，可能是在那个45天左右，3个月1个半月左右，45天，这是生产瓶子时间。然后的话，到了后面的话，就比如说如果说我是用的，也不是后面，如果说我不是用的公模，我是自己去开丝模的，就是我需要一个特别造型的一个瓶子，那我去开丝模，我这样的话一个开模时间我就要60天。就是这个模具我做好就要60天，然后再加上我那个大货的45天，这样就要105天。如果说这还不算我开模之前，因为我开模的话，是因为是丝模造型不同，那也是需要去设计的。这个设计阶段呢，又是一个设计跟定稿这样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说白了是不固定的，因为正常的话，其实是正常的话，按快速来讲的话，也至少差不多要有40天。因为的话，你设计的丝模的话，它需要去做那个结构的一个评估，各项评估、材质评估下来，那我能不能成型，这个结构稳不稳，然后再去调整，所以这个里面就会时间会比较多。丝模的话是最多的时间，它可能就要比公模的话要多出来个60天左右。所以的话，我补一句，就比如说我为什么现在就在做2022年冬季的一个东西了。那个主要的时间就是这样，因为这个时间的跨度就这么长，所以一般的话都是会提前1年做开发的。好的，你继续，有什么问题？那如果是只做外包装呢，就是从瓶子定下来之后，就是它外包装的这个设计呢？对。好的，对于外包装的纸盒的话是这样的。就好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正常打样是3次，设计定稿的打样是3次，这中间至于要花多长的时间，这个就跟供应商就是说配合度，然后包括它的速度有关系。如果说供应商那边打得快，哎，3天给你打出来，3天就已经上了印刷机给你把样打出来，然后你这边2天一改，这样3次一来也就15天。如果说供应商不配合，哎，他一打样给你来个1个星期。那说白了，如果说1个星期还多，那这个里面的时间又要花费更多了。那可能的话，它可能达到40-50天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说从正常的外盒来讲的话，因为外盒的话它不同于那个瓶器的话，说白了这个生产的话会比外盒要麻烦得多。所以的话，它这个生产时间的话，你就算是想快，其实也快不了多久。但是花盒的话不一样，花盒的话它正常来说的话，打样的话标准打样。那个就是说，按照印刷厂给的，就是我对外宣称我这个标准打样，那就是15天。这样的话，我15乘以个3，那就是45天。但是的话，如果说真的给出来打样时间是15天的话，如果换在中国的话，如果说有这样的厂15天打样的话，那这家厂基本上就没生意了，不会有谁受得了的。所以正常的打样的话，一般都在5到7天左右，打的是标准样啊，就是上印刷机打的，跟最后大货一样的样，就5到7天左右。这样的，然后如果说，然后再到那个后面，比如说大货生产之前，我定稿，我这个标准样打完了，我签了字了，我现在要大货了。大货的时间的话，正常的话都是15天之内，上大货出货15天，这样的。那就是一般这种 concept 的时间就是你大概想这个设计稿的这个时间大概有多久？像我们的话，平常我做设计的话，一般的话就是给的是3到5天这样的一个时间。
如果说做一套方案的话，3到5天。老板要看几轮？可以。啊？老板要看几轮？老板就看，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说白了，在甲方的话，就是看老板心情的。有时候，如果说老板心情好，他觉得你设计刚好切合他的那个刚好那天，他比如说哪怕他的穿搭、他的心情刚好符合的话，他可能如果说他也有可能给你稿过的，这都是很正常的。当然也有可能，像我现在我之前可能上个月我很忙的一段时间。我可能一套产品设计的，因为是在做一套香水的一套包装，前后大概做了12稿，才给定稿的。所以这个也是不一定的。了解。对的。谢谢。关于流程这块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问题吗？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我们其实已经超了差不多20分钟了，然后不好意思。没，是我们对这些话题还是很感兴趣，所以也是我们这边就是把时间也拉得很长。线上还有没有什么小伙伴想跟沙老师做交流的？沙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种比如说在纸盒子里面那种折叠打印出来的那属于3D 打印的那个范畴内吗？就是它一个礼品盒，一个礼品盒子啊，我听得见，你说。好，就是我那个我可以share 一下我的屏幕。好的。我需要我退出来吗？没事，他可以，对，他可以直接 take over。好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的，对它，比如折叠线、磨切线这块，它折叠线是，对。这种呢，你说的是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立体化。立体化是吧？把它叫做那个就是说。这个是在磨切里，就是说在刀具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什么呢？我设计这边其实不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刀板，我可能是做这样的一个图案，我给到印刷厂那边，他们会去想办法，就给你把这个实现出来。他们是有专门的人去做这个的，这个是立体化，这个也是刀板切出来的，并不是说什么是3D 打印的。了解。贵吗？这种的话。就是一个可能就需要付的，就是可能就看人家怎么收费了，因为这样的话，这个首先这个刀板比较复杂，然后的话，人家给那个印刷厂那边给你做这个的话，耗费的人工比较大，因为这个也是要动点脑子的，费脑子的。每一张。然后这个时间的话，应该要比正常的刀板可能要，你像正常的刀板的话，它可能是3天给你出一个刀板，然后正常这个刀板的话，可能需要个10天左右。了解。行，我这没啥问题了。沙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跟我们这个做的这个有关系的，因为其实我们做的这些包装不像您这么专业，然后而且我们也不能跟那个印厂什么的直接打交道这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我们可以避免，因为我看您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其实是要不断反复打板的。对。有一个跟这个印厂或者供应商就是不断讨论和改进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做不到这样。就是对。了解。对于好的。对于就是可能上次也有过接触，然后说就是说贵司的供应商可能是在澳洲，然后就是说在其他国家，然后对接不到的。其实这样的话，我是建议呢，就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即使说我不能反复的打样，但是其实我们自己的公司其实是有印刷机的，对不对？而且其实是打印机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正常的包装的话，如果说其实体积不大啊，
如果说 A3 纸的话，我是可以印，就是说把那个刀板整个把它印出来的。我是建议可以自己多尝试用打印机去打印机打印出来，然后自己去用剪刀啊把这些东西都剪出来，然后自己去捏一个盒子出来。这个也是我自己常用的一个方法，因为去确认它的尺寸啊，包括其实颜色的话，其实那个级别高一点的打印机也是可以打得挺准的，其实。然后的话，对于如果说体积再大一点的，像如果说哪怕如果说供应商在国外，然后就不会采用国内的这样的一些供应商的话，其实的话也是可以干嘛呢？就是比如说什么呢？我可以不在国内生产，但我可以去，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可以专门的一个部门可以去协调一下，我找一个本地的一个本地的一个供应商，就是他专门给我只是去做打样，有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把一个就是说我只在他这边打样，然后大货的话，我打印出来，我打样出来我满意的这个标准呢，我可以邮寄到我国外的供应商，然后让他们以这个标准去生产。我觉得这是我站在我的角度啊，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是你们这种工作方式里面最稳妥，然后也是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我不知道你这边觉得怎么样？对，我觉得这个建议对我们特别实用。对的，但是的话，这一点的话，其实可能就是成本的话可能会高一点，但是这个说白了，价格的是这个都是人去谈的，就是说打样的话，很可能他可以给你收个什么，就是说打样费啊什么的，这个的话价格可以跟他们去协调。如果说我长期，比如说我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打，其实也是有部分的小的厂家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项目的，因为他们说白了，并不是每个印刷厂的那个效益都很好的，其实有的印刷厂也是亏损的，他们急需这样的，比如说长期稳定的这样一些小单子来满足自己的一个日常的一个需求。好的，谢谢。如果有需要的话，其实我刚刚就像今天提供给你们那些纸样册，它就是说是我们上海这边的供应商，他们这边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些打样，并不是帮他们打广告，只是的话，我觉得亚马逊的话对于筛选供应商这一方面的话，应该要求比较高。然后呢，他们就是说上海五条制纸这个厂呢，这个公司呢，我是觉得就是在行业里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服务比较好，然后的话就是说技术呢比较过硬，然后的话质量比较高的，然后反馈的速度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供应商，也是我合作的最多的。好的。好，其实邵老师您刚刚那个建议，我们之前也是想到过，说日后的一些关于这些印刷制品的project 的话，可能会中间加一个打样的这么一个环节吧，所以也是跟您这边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嘛。那我看今天的时间可能也是差不多了，然后也是非常感谢您，就是为我们今天做这些分享，都是干货，觉得对我们设计师是非常有用的嘛。然后我们今天的那个分享会，我这边是有录屏的，所以也会分享到更多的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来参与到此次分享会的这些设计师的小伙伴们。然后那我们今天就是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能今天先暂时到这里，然后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还会再邀请邵老师给我们做更精彩的分享。好的，谢谢。好的。微信。也谢谢大家，谢谢 Nancy 呀，谢谢曹碧强的邀请啊，谢谢。谢谢。很荣幸。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先这样，谢谢，拜拜。好的，拜拜。